遇事不决、量子力学、泡沫破灭、灵活就业。90年代中后期，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顽固通缩，成为现代经济的政策实验场，最后被迫失去30年，整整耽误了一代人。中国面临通缩螺旋，如果不抛弃重投资、弱消费的老路，必定要走30年弯路。那么2026年真正能拯救中国经济的，到底是反内卷还是涨工资呢？不知不觉，26年已经过去1/4，今年的经济主旋律依然是反内卷加刺激消费。内卷是指降价竞争，反内卷顾名思义就是反对降价竞争。可是，一边刺激消费，一边反内卷，完全忽略了需求不足，这简直是左右互搏呀！嗨，说来说去都怪老百姓不买房也不消费，导致经济长期通缩，严重破坏了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。疫情之后，中国经济连续3年陷入通缩，是改开以来周期最长的一次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在23、24两年年增率都是 0.2%，25年下探至全年为0。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从22年10月到26年2月，已经连续下行41个月。GDP 平年指数更是从23年的 Q2 到25年的 Q4，连续11个季度为负。长期通缩等于告诉消费者，反正明天更便宜，不如今天先别买。当延迟消费成为共识，企业就会被迫减产、降价和裁员，紧接着岗位缩水，收入变差，需求越来越弱，价格也越来越低，最后形成螺旋式下跌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宏观经济癌症——通缩螺旋。在通缩压力下，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，GDP 增长目标定在 4.5%到5%之间，30多年来首次低于 5%， 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式进入低增长时代。此外，报告还提到，26年 CPI 目标继续维持去年的 2%， 并强调年度任务是由负转正。换言之，26年只要实现温和通胀，就算成功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6年2月 CPI 同比上涨 1.3%， 为23年1月以来最大涨幅。PPI 同比下降 0.9%， 为24年7月以来最小降幅。CPI 大幅上升 ，PPI 降幅收窄，是不是通缩要结束了呢？这里我们先画一个大问号。根据统计局董丽娟解读，农历春节是移动假期，每年1、2月 CPI 都会大幅波动。值得注意的是 PPI 走势，月度环比自去年10月开始持续上升，原因是金价上涨和反内卷的加持。不难发现，在数据上走出通缩并不难，只要把价格涨起来就行。只不过内卷是因为需求不足，按理说提高收入就能缓解内卷，可现在反内卷却成了走出通缩的因素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国经济走出通缩的办法到底是反内卷还是涨工资呢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咱们先看看钱去哪儿了。央行金融数据显示，25年社融增量 35.6万亿，其中政府净融资 13.84万亿，占比将近40%。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6.27万亿，居民贷款只增加了4417亿，占比不到 3%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钱虽然变多了，但整体经济就像个大冰箱，钱都在政府、企业和银行之间冻结了，根本没流入实体经济，更不会流向居民口袋。不是我们，是谁呀？这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们家冰箱里了啊？还有更恐怖的，居民贷款只增加了4400多亿，但存款却增加了14.64万亿。同一年里，存款量是贷款量的33倍，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最高也只有08年的6.6倍。这说明老百姓不仅不借钱，而且还在拼了命的存钱。我1分钱都没花，不敢。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穷啊，1分钱都不敢动，全在。日本失去30年是经济史上罕见的通缩样本，那中国要怎么做才能少走30年弯路呢？这事儿得从3驾马车说起。大家都知道，3驾马车分别是投资、出口和消费。虽说3匹马缺一不可，但在中国却亲疏有别。过去几十年形成了重投资、强出口、弱消费的增长格局。这套打法在高增长时代非常有效，可一旦榨干了房地产、人口和全球化的所有增长点，模式本身就会变成通缩来源。来看彭博这张 GDP 贡献汇总，橙色是进出口贡献，白色是消费贡献，灰色是投资贡献。回看历史，1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，中国增长更多依赖投资和消费，进出口贡献并不大。20年疫情爆发后，进出口权重逐渐变大，25年直接拉高到了 30%。出口拉动占比高的情况，在过去30年里都非常少见。这说明疫情后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中国人制造加外国人买单的增长。再来看投资，主要是房地产投资。
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5年房地产销售、新开工和土地出让同比降幅均超过20%，并在下半年持续扩大降幅。截止目前，新开工面积已经比21年峰值下降超75%。中国这一轮通缩主要原因是泡沫破裂造成的资产负债表衰退，所以房地产从发动机变成刹车片并不奇怪。但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资本形成更依赖债务，所以投资问题本质上是债务问题。关于这一点，咱们在债务游戏那期影片详细聊过，如果有兴趣欢迎回看。最后来看看消费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00年代的均值为 13.45%，10年代均值为 12.32%， 到20年代社零增速腰斩再腰斩，均值只剩下可怜的 3.8%。其中24-25年在国补的刺激下，社零增速也仅为 3.4% 和 3.7%。26年1到2月最新数据，社零同比增长 2.8%， 而去年同期增长了 4%， 说明增速仍在下探。照这个趋势下去，社零增速在未来逐渐转负也不是没可能。再看看微观，中国信通院数据，26年1月手机出货量2286.6万部，同比下降 16.1%。国家电影局数据，26年春节档总票房57.52亿，同比下跌 40%， 为2018年以来最低水平。不难看出，疫情之后投资崩塌，消费疲软，唯独出口还在强势增长，相当于一匹好马拉着2匹病马。这种畸形的增长模式，随着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加剧，再进一步就是死亡螺旋和经济衰退。简单说，如果出口也熄火，那中国还能靠什么拉动增长呢？其实谜底就在谜面上，那就是改变增长模式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26年2月最新的磋商报告中警告说，中国体量庞大，仅靠出口很难实现显著增长，因此必须从出口和投资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，否则通缩将长期延续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如果不抛弃重投资弱消费的回头路，必定要走30年弯路，而且未富先老的中国会比日本走得更辛苦。日本泡沫破裂后， GDP 平减指数从1995年开始转负，此后一路持续到2012年。这最痛苦的10几年当中，日本的实际产出在变多，但卖出的总价在变少，相当于全民都在白忙活。这种勤奋的贫穷，中国人并不陌生，而这正是通缩螺旋最恐怖的地方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，唯有源头活水来。现在只要打开新闻，满屏都是内需不足，但中国经济的根源问题肯定不是内需不足，而是收入不够。25年11月，经济学家刘元春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演讲，并提出问题说，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？消费率是指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，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？翻译成白话就是中国人怎么才能多花钱。20年数据，中国最终消费率为 54.3%，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80%。最终消费率偏低，居民消费率更低。同为20年，中国居民消费率为 38.8%，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55%， 更低于美国的 68% 和英国的 64%。刘元春认为，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本质上是分配问题，因为中国的分配结构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就形成了强政府、富企业和穷居民的格局。具体怎么个事儿呢？咱们先说强政府。常说造蛋糕分蛋糕，具体过程是这样，企业生产商品创造 GDP， 等于全民一起造蛋糕，造好之后，居民、企业和政府一起分蛋糕，这就是初次分配。居民分到工资、奖金和财产收入，企业分到利润和留存收益，政府分到生产税和其他国有收益。数据显示，中国的初次分配中，居民部门占比 60.6%， 较世界平均水平低 5.5个百分点；企业部门占比 24.7%， 较世界平均高 5.6个百分点；政府部门占比 14.7%， 较世界平均高 0.1个百分点。听到这儿，肯定有人疑问，说政府才分 14.7%， 这也不强啊，甚至有点弱。直觉上是这样，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只有税收，如果再扣除产业补贴、减费降税，确实分不了多少。不过我们此前节目聊过，中国的财政有4本账，一般公共预算管税收，政府性基金预算用来卖地和发债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来管理国央企利润，最后是社保预算，属于专款专用，咱们先放一边。目前前3本财政支出加起来占比 GDP 高达 36%， 而居民收入占比 GDP 仅有 43% 左右，这个比例远低于美国的 75%， 日本的 65%。也就是说，在整个收入再分配体系中，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，可以实现多次再分配，这就是刘元春所说的强政府。再说富企业，企业在初次分配中拿到更多利润会干什么呢？当然不是涨工资，而是再投资，创造更多利润。
在早期招商引资中，企业超额分配对外资确实很有吸引力。可如今的中国足以生产全球1大半产品，却依然维持着激进的分配结构，这必然会挤压消费。有个典型的例子是宁德时代。财中社报道，宁德时代市占率高达 39.2%， 已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。其中23年至25年，宁德母公司的净利润涨幅超 60%。可浮夸的是，该公司人均薪酬却在3年里下降了 2.8万，平均每月减少2000块，利润增长远快于员工薪资，这在中国制造业企业中非常普遍，也叫低人权优势。企业为啥不分享利润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能不分享就不分享。资本天生逐利就是这样，如果没有法律和工会约束，它永远不会主动让利。所以强政府和富企业加在一起，便形成了事实上的超经济剥削，这才是中国劳工的真实困境。问题显而易见，内需不足的原因不是中国居民不花钱，而是早在分配阶段就花给了政府和企业，甚至花完之后还能吃得上饭。又发工资了，2000万花不完，根本就花不完。刚才我们提到，疫情之后出口暴涨，属于一匹好马拉2匹病马。可这里有个反直觉的问题，那就是为啥贸易战越打，中国出口反而越强呢？答案是产能过剩。自25年4月关税大战以来，中国对美直接出口每月同比下降20%到30%，到25年底，中国在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已经降至大约7.5%，回到了2001年入市之前。但就算这样，中国出口依旧能创造奇迹，因为对非洲、欧盟和东盟的出口都在增长。海关总署数据，24年中国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，25年再进一步升到1.2万亿美元，大涨20%，创下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顺差规模。与出口相比，中国进口明显疲弱，25年同比仅增长0.5%。如果扣除价格因素，进口需求几乎停滞，出口暴涨，进口停滞，这说明中国人的确是生产小能手，但却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东西。过去大家都认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买家，如果失去美国市场，其他市场根本买不起中国商品。可事实证明，事情总会以奇怪的方式解决。表面来看，中国减少对美依赖，实现了出口多元化，但实际上，由于通缩影响，人民币实际汇率在贬值，这导致中国出口在变多，但出口价格却连续3年都在下降。价格下跌意味着有一部分商品哪怕是第三国转运也能赚钱，另一部分则是以价换量，用低价砸出来的销量。在众多机构中，荣鼎咨询对中国经济最为刻薄。荣鼎分析师认为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连续通缩10个季度，仍然保持5%的 GDP 增速。因此，他们在年底回顾与展望报告中提到，中国25年实际 GDP 增速不足3%，其中最终消费贡献2%，净出口贡献1.7%，投资则拖累了0.7%到1.2%。按照荣鼎测算，不足3%的增长里，净出口就贡献了1.7个百分点，比一半还要多。这意味着内需疲软和产能过剩的程度远超我们想象。这里有个重要的例子是汽车销量。中汽协数据显示，23年到25年，中国汽车销量从3000万辆出头一路攀升到3440万辆，但零售总额却始终原地踏步。原因是汽车制造业出厂价格指数长期低于100，24年刚跌了2.3%，25年全年又跌了2.8%。限于篇幅，咱们简单粗暴，直接按单价算账，看看趋势。23年到25年，全国汽车销量分别是3000万辆、3144万辆和3440万辆，零售额分别为4.86万亿、5万亿和4.98万亿。按单价计算，23年每辆国产汽车平均售价为16.15万，25年每辆为14.47万，3年下来每台便宜了1.68万。我们看，不仅卖得多，而且赚得少，这哪里是制造业，明明是活雷锋啊！26年1到2月，中国出口增速同比又暴涨了21.8%，其中汽车出口大涨48.4%，国内销量却下跌了23.1%。更糟糕的是，当出口越来越依赖低价，通缩就不只是中国问题，而是全球贸易摩擦的大问题。内需不够，出口来凑，产能过剩的重点不在产能，而在过剩。国内叫内需疲软，国外叫低价倾销。因此，产能过剩的真正含义依然是收入不足和分配不均。严格来说，产能过剩倾销全球其实就是新时代的谷贱商农，因为通缩落到现实生活里，商品贬值的同时，人才也会跟着贬值。26年3月，财新封面报道，截止24年底，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突破2.4亿。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，23年灵活就业只有2亿，这意味着仅1年就涨了4000万。
2.4亿灵活就业啥概念呢？24年末城镇就业人员为4.73亿，2.4亿等于有一半都是灵活就业人口。如果灵活就业的意思是打零工的话，那就是说每2个城镇人口就有1个在打零工，是不是很大的？灵活就业暴涨的第一个原因是企业生存环境恶化，企业偏爱零工经济，最重要的原因是降本增效。拿餐饮业举例，10%的岗位采用兼职小时工，就能降低20%到30%的人工成本。此外，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从90年代的3.2年下降到目前的2.5年，这导致用工周期也在缩短。第二个原因是平台经济兴起，为灵活就业提供了土壤。从就业形态来看，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和网络主播加在一起一共有8400万。从人口结构看，30岁以下人员占比近60%。对个人而言，30岁以前灵活就业或许代表着自由，可一旦过了30岁，灵活就业只是生存选项。有调查显示，超70%网约车司机都是因为失业而入行，其中超过半数司机甚至是家庭唯一收入来源。年轻人毕业送外卖，中年人失业开滴滴，而企业为了降本增效，只想使用更多的临时工，各方都是为了生存，却意外灌满了灵活就业这个蓄水池。这说明通缩压力已经从消费降级变成了生存危机。智联招聘数据显示，有1半以上的灵活就业者担心收入不稳定，担心兜底保障太少。此外，在企业合法问题上，平台经济贡献了17%的就业，但也贡献了32%的劳资纠纷。按理说，外卖骑手、滴滴司机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比全职员工还敬业，但实际上，他们因为劳务派遣制度，大多数被平台公司做了身份隔离，所以只能算作灵活就业。而灵活就业的结果就是收入低、保障差，且无刚性兜底。说到这儿，又得提一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。26年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周世宏建议应该废止劳务派遣制度，原因是部分企业将劳务派遣作为普遍用工方式，已经背离了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的立法初衷，损害了劳动者权益。我们看这事儿并不复杂，企业为了省钱不愿意兜底，政府为了规避兜底责任，对企业放松劳动监察，最后保障责任全部转嫁给劳动者，形成了制度性、系统性的剥削。那么到底啥是灵活就业呢？简单说就是头一天失业，第二天再就业。不过最离谱的还是它的标准，每周工作1小时就算灵活就业。你说有工作吧，它灵活；你说没工作吧，它就业。主打一个遇事不决，量子力学，泡沫破灭，灵活就业，量子力学，灵活就业。正所谓产车一小，黄金万两，投资产业园、铁公鸡和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万能救火队。那么这一次通缩，投资为啥不灵了呢？国家统计局数据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增率00年代均值为 22.5%， 10年代均值 12.9%， 20年代为 2.6%， 到25年第3季度，固定投资突然急转直下，全年下降 3.8%， 出现了20多年来的首次下降。荣鼎认为，25年 GDP 增速贡献中，投资拖累了 0.7% 到 1.2%， 官方则认为投资贡献了 0.9%， 一进一出差了2个百分点。有关这个出入，荣鼎分析师解释说，22到25年中国实际 GDP 数据整体高估了大约 11%，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投资高估。言下之意，投资早就下降了，但是并没有体现在数据上，所以现在大幅下滑，只是在修正过往数据。好，核心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投资明明不赚钱，还总是被高估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政府需要化债稳杠杆，同时还要维持财政健康和增长蓄势。土地财政一直是地方财政的金疙瘩，一边卖地一边举债，两者互为背书，左脚踩右脚共同成长。房价被推到天上，债务也堆到了天上，直到房地产泡沫破裂，这套循环才突然崩塌，地方财政也随之动摇。25年全国卖地收入 4.15 万亿，相比21年的 8.7 万亿峰值已经腰斩。与此同时，地方政府全年共发行债券 10.29 万亿，其中大约3万亿用来偿还到期本金，另有 1.9 万亿用于置换隐性债。再看全国财政状况，25年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为 5.66 万亿，占比 GDP 约 4%。如果加上政府性基金预算，总赤字率高达 9%， 为国际警戒线的3倍。最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，26年赤字率和债务规模和25年基本持平，属于复制粘贴，没什么大变动。卖地腰斩，发债砍半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，这就是中国财政现状，也是过紧日子的原因。怎么形容呢？这就像年轻人刚结婚，老家按揭一套房，城里租住一套房，同时贷款买个新能源，然后又生了个大胖小子。
理论上，政府和家庭一样，必须降低杠杆，轻装前行。可问题在于，只要一提卖房卖车，夫妻必有一方不同意，最后大概率要分床睡。关于分税制和央地关系，咱们债务游戏那期影片聊过，大致逻辑是这样：中央拿走大部分税收，然后通过转移支付控制地方，地方为了维持运转，只好以投资和发展的名义大兴土木，顺便获得更多财政收入。结果呢，越投资越内卷，越内卷越过剩，只要发展无上限，县都有高铁站。所以真正的内卷其实是权力与资源的内卷，通缩也是权力与资源的通缩。既然不想卖车卖房，也不想制度改革，那咋办呢？反内卷。25年11月，第一财经报道说，反内卷并非简单涨价，而是给全国统一大市场扫清障碍。具体包含4个方面：第一，控制地方政府公平竞争，不许乱发补贴、乱搞地方保护；第二，控制产品和服务质量，保证消费者权益；第三，鼓励破产重组去产能，利用资本市场盘活破产企业资源；第四，从严开展反垄断执法。在我看来，反内卷表面是治理恶性竞争，但深层目的是为了约束地方政府，减轻财政包袱。当然，反垄断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而是治理通缩的利器，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。央行金融数据，截止25年末，居民存款总额已经突破166万亿，这个数字在2019年还是82万亿，等于疫情到现在6年时间又存了84万亿，比改开几十年加起来还多。老百姓为啥不花钱？是不想花吗？不是不敢花。刘元春认为，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保支出水平低是抑制消费的主要原因。他拿欧盟举例，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.443， 加上社保收入之后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会下降 40%， 降到 0.29。 相比之下，中国社保支出后仅下降 12.3%。 啥意思呢？就是说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，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领域只做到了欧盟的1/4，而欧盟在均贫富这个领域反倒形成了社会主义特色。既然社保保不住我，那就不如自己存钱，自行应对教育、医疗和养老。可是一个人省钱叫节俭，一群人省钱叫衰退，这在经济学上叫做节俭悖论，意思是一旦防御性储蓄成为共识，宏观经济便会进入下行螺旋。所以提振消费的最佳方法应该是改革分配制度，增加居民收入，尤其是保证性收入。新说法叫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把钱从钢筋水泥里拿出来，投到社会保障支出里。关于中国的分配制度，最需要平衡的是城乡差距。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曾表示，城乡之间只有功能差别，没有高低之分。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然存在2大矛盾。首先，城乡权力不对等，城市化越快，城乡差距越大。中国的户籍制度同时绑定教育和社保，想要突破户籍限制，只能进城买房落户。可与此同时，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只有名义权利，没有变现自由。结果，农民工虽然人进城了，但权利却落乡下了。城市化的终点还是回农村。深圳曾经有句口号说来了就是深圳人，但真相是买了才是深圳人。这意味着进城落户跟投资移民也没啥两样。其次，城市化导致农业竞争力下降。目前中国农业占比 GDP 6%，与国际趋同，但农业人口占就业份额却接近 30%， 导致利润率一直处于低位。换句话说，农业这块蛋糕本来就不大，却有 30% 的就业人口分蛋糕，结果自然是人均产出低、收入低且竞争激烈。现实情况也是这样，农村人口在就业市场上基本相当于无业。这么看，农业才是中国最卷的行业。所以我认为，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才是真正的反内卷。当然，投资于人的政策有很多，短期内只看一个指标，那就是农村养老金。IMF 指出，提高社会支出，尤其是增加农村社会支出，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，中期内最多可使消费占比 GDP 提高3个百分点。野村陆挺此前也曾提议，未来5年最重要的改革是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。他说，现在全国 1.8亿老人，每月平均养老金只有240块，这点钱连基本生活都勉强。而这背后还有3亿农民工，如果他们老了也只有240块，那年轻时就只能拼命存钱。因此，陆挺建议，短期3年内涨到每月500块，财政每年多掏5500亿；中期7年内涨到800块，财政每年多掏1.2万亿；长期10年内涨到1000块，财政每年多掏1.6万亿。24-25年，农村养老金分别上涨20块，最低标准也不过每月143元。今年两会期间，养老金再次成为焦点，多位人大代表公开呼吁，应该从每月100多提高至500到1000元。
我心说陆挺说了不算，人大代表代表人民，他们提议总该管用吧？结果等了足足1年，依旧只涨了区20块。20块，20块，通通20块，通通20块。你说过2天来一趟，我一等就是1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。丢丢丢丢丢。无论是 IMF、经合组织还是荣鼎咨询，所有机构都建议转向消费是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，也是走出通缩的必要条件。具体怎么走呢？2条腿：货币宽松加财政刺激。先看货币政策。3月13日财新报道，央行金融数据显示，26年2月新增住户贷款减少6507亿，创历史最低。其中短期贷款减少4693亿，反映房贷需求的中长期贷款减少1815亿，也是历史最低水平。居民信贷持续萎缩，说明真实利率仍然偏高。不过，央行似乎并不着急降息，也不愿快刀斩乱麻，立刻扭转通缩预期。3月最新报价利率显示，1年期和5年期的 LPR 还是3%和3.5%，自去年5月分别下调10个基点后，至今已经连续10个月按兵不动。虽然央行一直在喊货币宽松，政策却依旧是低通胀思路，这大概是因为1、2月的消费数据又行了，所以想再等一等。可是通缩预期一旦强化，再想补救恐怕就晚了。这就好比房子着火了，等下去火势只会更大。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嘛，先一火是什么意思嘛？危机压信。接着是财政刺激，短期来看，社零增速明显低于 GDP 增速，说明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缺口，需要刺激消费填补缺口。根据刘元春测算，20到24年每年平均消费缺口为6个百分点，对应规模约为2.9万亿，累计13万亿。而以旧换新的国补政策，每年只能撬动消费约2万亿，刺激力度仍需加强。24年国补规模1500亿，25年3000亿，26年则回落到2500亿。根据荣鼎估算，25年上半年消费增速略有回升，随着补贴逐步取消，第3季度增长势头明显减弱，其中以旧换新类的商品支出更是出现全面下滑。在国补资金支持下，消费增速出现波动，说明补贴效果非常显著，但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隐患，那就是提前透支购买力。国补商品主要包括汽车、家电和数码产品，几乎都是耐用消费品。拿汽车举例，1到2月国内销量大跌23.1%，说明前期补贴透支了部分需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国补虽然在补贴需求侧，但本质上还是在帮供给侧去产能。名义上是补贴，实际上还是投资，是不是挺神奇？每卖一台新能源，车主少花钱，政府多收税，车企还能去产能，1辆车赢3次，这哪里是产业政策，分明是经济学奇迹啊！实际上，消费也分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。商品消费主要是手机、家电、汽车等商品支出，服务消费主要是医疗、教育、住房服务、旅游、文娱等服务支出。根据粤开证券罗志恒分析，23年中国居民商品消费占比 GDP 为21.7%，与美国的22.1%持平，但服务消费占比 GDP 只有17.9%，比美国的45.8%低了27.9个百分点。很明显，商品消费强，服务消费弱。按理说，国补应该更倾向于服务消费，可实际操作中却只补贴商品消费。为啥不在乎服务消费呢？因为服务消费直接指向了结构性改革。刘元春的建议是，短期可以刺激消费，中长期必须进行收入分配改革，尤其是织好社会安全网。核心措施包括：第一，提高居民收入；第二，完善社会保障；第三，提供保障性住房；第四，把更多国企利润分配给居民，并在最终促使中国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。可是建议终究只是建议。26年两重两新消费端安排2500亿，但投资端除了中央预算7550亿，还有8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。同样是稳增长扩内需，同样使用超长国债，消费却只有投资的1/3。这说明在战略层面，供给侧的权重仍然远高于需求侧。倒也不用大惊小怪，在我看来，投资就是消费，消费就是投资。毕竟，就连发放养老金都叫投资于人，说明我们和集成电路、航空航天、低空经济、生物医药、具身智能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，这些都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值得投资的心智生产力。心智生产力。
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《狭窄的通道》一书中提问说，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一个软弱的国家容易陷入暴力、无序和地方豪强的控制，一个强大的国家又会滑向专制和集权。作者认为，最理想的状态是国家足够强大，强到能够维持秩序，同时社会也足够强大，强到足以约束国家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当社会和国家力量同步增长，互相制衡，才能穿过狭窄的通道，走向自由与繁荣。社会和国家相互博弈，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。可不幸的是，中国的权力早就把社会关进了笼子里。社会在国家面前完全是鸡蛋与高墙的对比。国家可以用重投资、弱消费、低福利的政策，把资源强行集中到工业、科技和战略目标上，但社会却没有丝毫组织能力去逼迫资源回流到民生领域，甚至连表达观点都需要反复推敲、自我审查。可问题恰恰就在这儿，官僚系统在供给侧改革中屡次获得成功，早就形成了制度僵化和路径依赖。所以当经济需要放权时，根本没有来自社会内部的纠错机制，有的只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无数原子化的个人。所以我认为，中国所面临的通道自古以来就很狭窄，穿过之后也无法抵达自由，因为通道另一端通往废墟。前面我们说，反内卷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减轻财政包袱，但到了治理通缩这边，反内卷却成了托举 CPI 的工具。26年1月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，列举了25年10大反内卷典型案例，其中包括约谈、货拉拉、光伏、外卖平台、新能源车企等。同为1月，多家航司下发反内卷通知，要求800公里以下机票不得低于300元，800到1500不低于400元，1500以上不低于540元。2月3日，彭博报道，在监管介入后，肯德基、麦当劳等连锁餐饮以降低补贴上调零售价格，库迪、瑞幸也取消了部分9块9的单品。3月23日，财新报道，北京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约谈携程、京东、淘宝闪购、美团等12家平台企业，提出反内卷整改要求。3月25日，市场监管总局官网转载经济日报文章提到，核心 CPI 一直在回升，却被外卖大战生生拽了下来。所以外卖大战该结束了。开头我们说，一边刺激消费，一边反内卷，就像左右互搏，完全忽略了需求不足。现在不让航司涨价，不让外卖补贴，价格算是涨起来了，需求却没有变强，居民收入也没变多。另外，强行维持商品服务价格会造成有效需求更少，货币流通更加受阻，这就相当于一边烧锅炉一边堵烟囱，最终只会造成经济彻底熄火。反内卷真的管用吗？不知道，但很聪明。通缩的标准定义是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下降，货币购买力不断上升。那么反过来想，把物价抬起来，同时抑制货币购买力，不就能拉出通胀了吗？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除了反内卷，荣鼎分析师还发现，中国从25年 Q4 开始就加大了政策宣传力度，暗示中国经济将在26年迎来复苏。3月18日，联合早报报道，求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，题为持续做好稳预期工作。文章强调，面对市场预期偏弱带来的影响，必须更加注重预期管理与引导，一手抓价格管理，一手抓预期管理，意思是价格不能太难看，预期也不能太悲观，人人都要形成正确的集体记忆。这看起来很荒唐，其实很理性，因为涨价和宣传对政府来说不仅成本低，还能回避更难的系统性改革。3月10日，野村发布报告，上调26年中国通胀预测，全年 CPI 从之前的 0.4% 上调至 0.6%， 全年 PPI 从之前的下降 0.2%， 显著上调至增长 1%， 预计同比增速将在26年 Q2 转正。野村上调预测有4个原因：第一，26年春节 CPI 冲到了 1.3%， 开局良好。第二，反内卷政策强行提价，短期内确实推高了 PPI 和核心 CPI 读数。第三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，导致国际油价暴涨，会带来输入型通胀，抵消内需疲软。第四，26年是 CPI 权重5年一调的大年，其中居住和部分服务类权重也会推高账面数字。简单总结，野村认为中国在26年可能实现再通胀，但并非来自改善民生，而是输入型加行政型通胀。换句话说，老百姓将被迫提高生活成本，为中国走出通缩而买单。所以我觉得反内卷还是挺有道理的，跟特朗普一样，哪里不涨点哪里，弹无虚发，直击要害。过去普遍认为无能的国家才会失败，但阿西莫格鲁提醒我们，有能力却不受控制的国家，失败往往更具毁灭性，因为它在失败之前会先耗尽所有用来纠错的资源。于中国来说，当消费也能变成集中力量办大事儿，那就意味着每一笔被组织出来的消费都在加速透支社会资源，
说到底，价格管理管不了需求，因为需求由收入决定；预期管理也管不了信心，因为信心比黄金更贵。只有实事求是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，才能做出正确判断。也只有把资源用在提振收入上，才能迎来真正的复苏与繁荣。马到临崖难回首，船到江心难补漏。眼下的中国，青年人灵活就业，中年人满身负债，政府忙着勒紧裤腰带，人人都看到毒圈已经缩到脚踝，却抓不住任何绝地求生的机会。这说明中国的通缩问题早已超越经济，变成了社会问题。旧的谎言带来新的危险，新的危险又掩盖旧的谎言。当社会普遍面临生存危机，强行涨价无异于最后的狂欢。一个负责任的国家，此时更应该多算两步，去避免大规模苦难。9块9的外卖不利于高质量发展，但9块9的油价肯定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。为了配合消费回暖的大趋势，必须把宏观调控精准落实到每一盒拼好饭上，落实到每一升成品油上。外卖大战确实该结束了。至于每一战争要打多久，我看还是由建国同志去决定。就是说，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，最好一直打到美国完全胜利，打到中国全面走出通缩。不说了，嘴麻了，嘴麻了。